大家好，我是高雄市立凯旋医院药剂科的李欣雅主任。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精神科居家病人团队照护的第一部，这是一本卫教手册，叫《小树成长日记》。这是一本给精神科病人的精神疾病卫教手册。这本手册是我们从2020年创造的手册。那创造这个手册的起始原因，是因为2019年在我们药剂科开始参与居家医疗团队的一个工作。在居家医疗团队中，当病人被认为是多重用药，或是用药的顺从性不佳的问题，就会由团队适时的转介给我们药师。那当我们药师到病人家访视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对药物、营养或是疾病对病人家属或病人进一步的说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手边并没有一些具体的文件可以给病人参考，那更难会觉得我们去表达出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教育意义，因此就开始了我们小树成长日记的创作。这本书汇集了医师、药师、护理师、社工师等不同的一个职类对于居家医疗照护的一些发现的一些问题，希望提供给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更完整的一个卫教讯息。那在这本书中，我们透过自己画的图画以及文字来传达病人在生病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同时间提出了解决的一个方法。手册中的图画都是我们一笔一画的一个杰作哦。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好好了解我们的小树成长日记吧。好，在介绍这个内容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自己的学历是高雄医学大学药学系毕业，那之后有再继续进修，就是研究所的一个课题。那我是属于临床药学组。那后来对于研究的兴趣，又让我去读了博士班。那在过去的经历的话，在医学中心，像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医院的药剂部，以及高雄荣民总医院的一个药剂部，都有经历过药师的一个工作。那目前我是高雄市立凯旋医院药剂科的科主任。对，我的专长是跟药学、临床药学还有药物流行病学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我们的小树成长日记。这一本书是由我们医院的院长周煌志极力的推荐的一本卫教手册，这个也是由他所写的书序。以下我来导读一下院长的一个书序。小树成长日记卫教绘本是由药剂科主任李欣雅药师与社区精神科主任徐淑婷医师共同合作推出的漫画式卫教精神科用药绘本。这是一本让我们了解精神疾病原因以及治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药物治疗、营养控制和运动问题的书，也是一本教我们
如何去解决面对问题的书。由于内容深入浅出，容易懂，我们更希望病友和他们的家人、朋友能一起来阅读这本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的话，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希望读者们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当你开始要读这本书的时候，请带着轻松的心情来阅读。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概念，就像台湾很著名的绘本画家吉米，他的作品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中的描述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就是吉米作品的一个就是书的封面，其中引述部分它的一个内容。我站上大树，学习像鸟一样飞翔。当然知道有些事情不可能成真，但我还是想试试。风来了，我努力挥动着双手，迎风飞舞，感到无比无比的幸福。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以及治疗，将会是一段漫漫长路。虽然过程中有挫折、有辛苦，但我们带着照顾少数苗的心情来看照病友，也希望在细心的照料下，少数能渐渐的成长茁壮。所以，我们一起带着耐心，一起来阅读这本书吧。好，在讲到这本书之前，我们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的一些荣耀。这本手册，我们在2020年将这个作品参加台湾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举办的第5届调出健康性创意、健康传播素材甄选活动。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卫教比赛。那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台湾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为了促进全民智慧健康生活与强化大众健康势能，期望透过健康议题的倡议，并鼓励结合资讯技术活化应用政府开放资讯，带动产官学民关注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促使整个社会与健康的公共政策及环境的改变，以支持个人从事健康行为。很高兴的是，我们的作品在当年度总共有6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我们获得了铜奖的荣耀。那这张照片是我们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周立修医师，还有我与我们国健署的一个署长来一起就是合影留念。也很高兴我们在去年可以因为少数成长日记而得到这么优秀的一个荣耀。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介绍我们的一个内容，但由于内容的一个分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少数成长日记分为第1部以及第2部来做介绍。那这是我们的目录，我们分别会将我们手册就是透过这7个章节来做介绍。第1章，为什么我会生病？第2章，当我生病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第3章，我应该要寻求协助。那
其中这前面3章都是我们经常在面对病人的时候，病人最常提到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从第4章开始，我们提出了我们可以协助的一个解决办法。第4章包含我们整个团队照护可以提供的一些卫教讯息。第5章就业辅导讯息。第6章给家人朋友的支持。我们知道在照护病人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病人得到了一些医疗照护之外，我们也希望对于我们的家人以及朋友有更强烈的一些情感情绪的一个支持，以支撑整个医疗照护的一个完整性。那第7章就是最后的启程，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照护之后，病人也可以得到重生的一个过程，重生的一个感觉。好，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第1章，这是故事的开始。第1章，为什么我会生病？我是小树，这是一段关于我的故事。感谢天和地让我来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将精神科病人比喻为小树苗，树本身就是代表着强韧的生命力。一年四季的轮替，让小树在夏日树干渐渐的长壮，秋天树梢叶子逐渐变了颜色，冬天的叶子则逐渐凋零，但到了春天，仍然可以长出新的枝芽。不论经过几年的日晒、风吹、雨淋，都能很强劲着活着。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照护下，这株小树能渐渐的成长茁壮，终究成为它能当挡风遮雨的大树。接下来这张图是我们自己画的一个呈现在病人生病过程的一个图。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当时的我仿佛被一阵乌云笼罩，疾病发生时，就像一阵大雷雨从天而降，雨大到我无处可躲。就像思觉失调症的一个发生，当幻觉渐渐出现时，病人出现了自言自语，行为也越来越奇怪时，病人的家人往往难以接受，但是每天必须见面的家人，那种心情就像上面我们的故事里提到的，无处可躲的无奈。透过医学的观点，我们来了解一下疾病的发生原因。有时候精神疾病的发生部分可以找到原因，但有些却未必能找到原因来解释。因此一开始我们要来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精神疾病发生的原因可能为：第一个层面是生理层面，遗传因子，许多病患都有家族聚集的现象，同一血亲中有很多人同时或先后罹患疾病。遗传因子在精神疾病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后天体质的演变也是可能发生精神疾病的一个原因。如果家族中没有人发生过精神疾病，目前只是偶发性的一人罹病，这又如何解释呢？潜在的发病体质是目前比较让
所有人能接受的观念。至于潜在如何演变成疾病，则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探讨。第二个层面是心理的层面，内在的心理冲突来自个人情绪失调、人格及心理障碍，间接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人际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与外在环境间的压力，常常是精神疾病前期最明显导致的原因。好，那刚刚已经讲过精神疾病可能发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我们要来讲解，当我生病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那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上面，云上面是有一些闪电，那还有2只乌鸦。那乌鸦的一个想法就代表着生病的人常常都会有一些比较黑暗的想法。好，那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当生病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感觉很像是乌云密布一样。所以，当疾病找上我的时候，我变得无精打采，不想出门，不想睡觉，不想吃饭，也不想洗澡。我很想哭，我觉得这个世界不要我了。我是黑暗中孤独的小树。在疾病发生的一个过程后的一个症状，在我们接触的忧郁症的患者，有时候经常带着反应迟钝、社交退缩、负面的一个思考、注意力衰退，或是有无穷无尽的无望无助的感觉，甚至有自杀或是死亡的想法。就像图中的树，在一阵大雷雨后，树上的叶子逐渐凋零，大地少了生机，充满着萧条一样。所以可以看到，在树梢也有蜘蛛网都跑了出来。那在枯枝上面有几只乌鸦在存在，就代表着一些比较失望、低潮的一些想法。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一样，我们透过医学的观点来做说明。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思觉失调症，常常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或是具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考逻辑，或是妄想，表现奇怪的行为，以及一般生活能力的退化。第二个是情感性精神病，情感的变化非常大，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高昂，又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低潮，那会伴随着思考、行为等改变。那一般来讲会有2种周期，第一个叫做躁期，晚上睡眠会减少，总是会觉得精力充沛，活动量大，喜欢四处乱买，到处打电话，或是喜欢就是到处购物。那到了郁期，变得郁郁寡欢，常会抱怨身体的不适，胃口变差，不想和家人以及朋友联系，还有说话，行动会变得迟缓，对平常的嗜好失去了兴趣，也有悲观厌世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会有自杀的念头等。第3种是常见的忧郁症。忧郁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包含生理、情绪、思想，甚至您的生活作息以及对事物的看法都会受到影响。多数时间的症状都是呈现比较忧郁、郁闷的情绪，对大部分的事情丧失了兴趣，
体重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可能有失眠或嗜睡的情形，也可能有无法思考或动作缓慢的感觉，有时候可能会容易生气，每天都没有活力，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第4种常见的精神疾病，焦虑症。一个人面对内在或是外在的威胁而产生了模糊、害怕、担心的情绪反应。这种主观的情绪反应是由轻度到严重的，甚至有时候是到了恐慌的状态。那生理的症状可能会有心悸、过度换气、肠胃道的不适、疲倦、无法专心思考、混乱等。情绪的一个感觉则是会有紧张、不安、恐惧、担心、烦躁、易怒或是痛苦的感觉等等。好，那在第3章的部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疾病是怎么发生的，疾病发生之后的一个症状，接下来我们要寻求的是协助，寻求的是帮忙。不论是病人主动找寻帮助，还是家人找寻协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病人以及家属能 call for help。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医疗团队中，医生为团队的领导者，所以我们将这个啄木鸟视为整个治疗的一个启发点、起始点。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我应该要找人帮助找出我心中的疑问，并且治疗我心里的难过。或许我需要找的是啄木鸟医师来帮忙。在医疗团队当中，我们刚刚提到，医生为团队的一个领导者，而啄木鸟本身就是帮小树来除掉害虫的。因此，我们将病人模拟成小树，医师就像是啄木鸟的角色一样，开始启动整个团队的治疗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对于疾病的治疗，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在疾病的一个治疗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门诊的治疗，或是住院的治疗。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出门就医，我也可以选择居家照护的服务。好，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居家照护的一个服务。居家照护主要是促进家属与病友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提供卫教指导，改善家族成员的生活品质，预防病友再度恶化入院，教导如何发挥病友的一个自我照护的潜能。好，那谁符合居家照护的一个服务条件呢？精神疾病症状明显，拒绝就医，而且会干扰家庭以及社区生活的病友。那没有病识感，过去有中断治疗导致发病的一个经验，或是精神功能或职业功能退化，需要居家照护者。那具有符合转介社区复健之精神疾病诊断的，如思觉失调症、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质性精神病、亚急性谵妄、情感性精神病、妄想或源自于儿童期的精神疾病等。以上的这4项条件都符合居家照护服务的一个申请条件。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们的团队照护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刚刚由啄木鸟医师开始启动了整个照护的模式之后，那接下来根据病人的一个问题，还有他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程度，由不同职类的团队也可以来合作照护我们的病人。那这边可以看到，当我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我一定要吃药，但是吃药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的疑问，该怎么办？而且吃药后我变得好胖，又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呢？或许我需要啄木鸟博士的一个帮忙。那在这边，啄木鸟博士的部分意味着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协助。我们常常会遇到在吃思觉失调症的治疗药物的病人，出现了像是代谢症候群的问题。那接下来透过不同的一个职类的医疗人员的一个指导，或许就可以改善病人相关于代谢症候群的一些问题。代谢症候群的问题包含一些肥胖啊、血糖啊、血压或是血脂控制不佳的问题，所以透过不同的医疗人员来协助，或许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第一个医疗团队的部分，我们提到药师带来的一个服务的部分。那在我们去居家照护病人的时候，我们常会遇到病人会问我们的几项问题，因此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卫教过程当中，我们把这几项问题整理在以下的一个内容当中。第一个，要喝水不卡卡，也就是说，我们在照护病人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发现，其实病人他在服药的过程，有时候并不是配水来喝，而是可能会配个果汁啊，或是咖啡啊，或是奶茶等等。吃药的时候配一杯水杯，例如大约250cc 到300cc 的水，就不会觉得喉咙卡卡的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配着葡萄柚汁、柳橙汁、可乐、咖啡、茶类或是酒一起与药物服用的话，常常都会有一些药物禁忌的问题。所以切记，葡萄柚、柳橙汁、可乐、咖啡、茶类或酒类是不可以跟药物一起服用的哦。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药必须要按时服用，病情才会好。如果药盒或是闹钟的提示都可以帮助自己记得吃药的话，那记得要记得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忘记吃药，距离下一餐服药时间不到2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晚上或睡前的药物忘记吃，隔天早上也不要补吃哦。因为有时候晚上的药物或是睡前的药物都是一些比较偏向于助眠的药物。如果这些助眠的药物在白天又在补吃的时候，会变成你白天的一个生活也会有很像宿醉的一个情形，会让你昏昏欲睡，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然后你会更不想要再服用精神科的药物哦。第三个提示的话，就是要保存不潮湿，药物保存要避光、避湿、避热，因此放在阴凉、干燥的一个橱柜中，可以增加保存效果。
避免药物失效。那像药品有一些特别必须要标示冷藏的药物，像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或是一些塞剂、胰岛素的针剂，还有药等其他药品才可以放在冰箱保存。如果说药品要放在冰箱保存，也必须跟食物分开放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病人家的冰箱药物以及食物全部混乱在一起，有时候你其实就很难去知道说这个药品到底你有没有使用过，或是还有没有在疗效中。那再来，药过敏别大意，发生药物过敏要尽速回诊，以及就医，记住过敏的药物，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药物过敏的6大前兆症状包含红疹、嘴破，或是疼痛感，然后发红、肿，还有发烧。那以上这6个前兆，记得大家在第一次使用一些新的药品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过敏的反应。那再强调一下这6大前兆，第一个是疹，皮肤的红疹、瘙痒或是水泡，可以看到这张图的这个位置，红疹的地方。第二个是嘴破，口腔或是黏膜的一个溃疡，嘴破的部分。第3个是痛，喉咙痛。第4个是发烧。第5个是肿，包含可能有发生在嘴唇的嘴唇肿，或是眼睛肿。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于像是止痛药的一个过敏，或是抗生素的过敏，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肿的反应。那一旦发生肿的反应，记得赶快先停止使用药物，立刻要返回找医生，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断。如果忽视掉这些过敏反应，往往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像是史蒂芬强生症候群这种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第6个是红，眼睛红肿，还有灼热感。好，以上这6个过敏反应，希望我们的学员可以在照顾病人的时候，特别要对病人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好，那第5个部分的话，我们讲到的是要分享危险多，症状雷同，病因可能不同，不可以自行诊断或分享药物吃。每个人的身体生理的一个症状不同，不可以自行服药或使用偏方。那大人小孩的药物剂量都不一样，更不可以分享，严重可能会造成中毒、昏迷，甚至生命的一个危险。有时候我们到病人家照护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他的药物似乎可能在他的一个同住的家人，当譬如他发现他自己睡眠的情况也不好的时候，他也可能擅自拿着病人的药物使用。所以像这样药物分享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必须要对我们的病人进行卫教，因为有一些人他并没有这样的认知，反而很容易会造成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譬如中毒啊，或是有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的一些问题。
好，第6个，我们知道有时候病人他其实对于定剂的服用并没有办法可以服用得很好，特别像是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已经必须在做一些鼻胃管的一个管灌的一个部分，所以定剂的药品更不可能去使用。好，第6个要提醒大家的是，要磨粉一定要问清楚，有些药物磨粉后，它会破坏我们的一个剂型，而导致药品的一个效果的部分会降低，那味道可能会失效，或是味道会变得更差，那也可能会造成牙齿的染色，或是对口腔或是肠胃道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刺激的感觉。像是我们过去曾经有发现病人要求我们将铁剂做磨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铁剂的话本身其实就因为它会对肠胃道的一个刺激性很大，所以一般来讲可能会做成磨一定的一个剂型，让它过了我们的一个胃部的部分，在小肠的部分才慢慢释出它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们将这些铁剂在进行磨粉之后，相对来讲长久使用下来，对病人来讲并不会是一件好事，反而对于他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感觉会变得更严重。那像如果病人本身有一些胃溃疡或是肠胃溃疡的一个情形，接受到这一个就是磨粉过后的铁剂，可能会让他觉得更不舒服、更不适。那长久下来，病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或是不想要服用这一些药物。所以，如果病人他真的需要进行磨粉的话，请我们要卫教病人，必须要与医师这边来做讨论。那医师这边可能会开出同样成分药品的水剂来代替这一些不可以磨粉的一个药物。那如果药物又必须要磨粉，可以请大家先询问过药师，不是每一种药物都适合磨粉的哦。还有一些像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剂型、长效剂型的部分，它的剂型的设计就是在于让这个剂型到了我们的胃部，那在不同的一个 pH 值下，那渐渐的透过这个特殊剂型，把药物的一个有效成分来慢慢做释出。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特殊剂型的药物又被磨粉，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在刚开始服用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药物是24小时释出的一个药物，变成一瞬间全部都释出了。那全部释出，病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是感觉？可能会感受到很强烈的一个药物的一个疗效，因而导致了一些药物中毒或是药物副作用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并不是每个药物都适合磨粉哦。以上这6个技巧是我们在照护病人的过程当中，病人经常会询问的一个问题。因此，在这个第1个部分，我们特别将这6个技巧做成卫教的内容。那如果有遇到适当的病人，我们都会进行的一个卫教以及说明。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提到我们的药师服务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在这里的话，我引述美国药师协会的药事服务作业的5大核心内容，来具体的提出我们在进行居家药事服务的过程当中主要的核心内容以及执行的方式。第1个部分，
我们要做的是回顾病人的药物治疗 （medication therapy review）。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收集病人的资料，包括他的健康与活动状态、过去的疾病史、过去的用药史、现在的用药史，以及病人对目前用药的想法。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在我们跟病人沟通的过程当中，病人对他的用药有一些想法，有时候往往就会决定后续他对这个药物的一个依顺性。如果说对于药物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事先沟通好的时候，那再来做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评估，还有它一个适当性的讨论，并且去列出可能现有或是潜在的一个药物治疗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会给予病人更多的一个更完善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建议。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建立病人的目前用药档案 （Personal Medication Record）。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记录病人所有的用药，包含他现在在使用的处方药物，或是非处方药物，也就是 OTC 的药物。那在东方人的体系下面，还有可能会遇到病人同时间可能会使用中药。那还有就是健康食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将病人的一个用药的一个相关的讯息建立的越完整的话，对于后续我们可以执行的一个照护服务，可以提供更好以及更完善的一个想法。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拟定可执行的照护计划 （Medication Related Action Plan）。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药师会针对病人现有或是潜在的药物治疗问题，来拟定个别的一个改善方案，让病人可以执行，并且可以做自我的一个照护。第四个部分的话，就是药师介入或转介给其他的一个医疗人员，也就是 intervention 或是 refer。那在我们药师的部分，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专业知识来解决病人的药物治疗问题。那如果需要医师或是其他的一个医疗人员的协助，我们也可以转介其他的一个医疗人员，包含护理师，如果在疾病的照护上面有对于疾病照护的问题，我们可以转介护理师或是医师。那如果我们知道病人有一些代谢症候群的问题，对于饮食控制上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转介营养师。那如果我们知道病人的一个居家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他需要一些经济的协助，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转介给社工师，请他们不同的医疗团队来做一个协助。那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需要做一些职能的复健，或是心理的一些照护的部分，我们可以转介职能复健师或是心理师。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做了这些服务之后，我们一定要有服务记录，并且要有定期追踪。那
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照护的内容的话，我们都会有写成记录，而且会落入病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方便我们未来再继续追踪这个病人，才可以了解病人的药物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转介其他团队的部分，有没有得到其他团队的一个协助？那这个部分的话，在病历的内容上面，其他团队都可以阅读到。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凯旋医院药剂科的药事服务居家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形。从2019年的6月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药师每个月平均服务40位的一个居家病人。那直到2020年的年底，我们总共已经服务了509位的病人哦。在台湾的一个精神专科医院当中，我们凯旋医院药剂科算是执行居家药事服务，我们服务的一个人数最多的一个医院，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的药师来进行整体的一个整合型的一个居家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科内总共有6位药师在进行居家的一个照护服务。那接下来的话，我要来分享几个我们在做居家照护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几个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些案例。好，首先可以看到在案例1以及案例2，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桌上有这个药盒，还有第2个案例2的部分有这个药盒。那这2位分别是我们的药师。那我们的药师到居家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往往会发现病人的用药的一个顺从性并没有很好。那在每个月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常发现，为什么每个月都有一些剩药出现？所以我们就来跟病人坐下来，好好的讨论。我们发现了，有时候会造成剩药的原因，是因为服药的频率很复杂，那病人可能就会忘记吃药。那因为我们医院的药品是提供一药一袋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的药师就协助病人来购买像这样的一个药盒。那再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一次去访视的过程，指导病人来排列自己的一个药物，让他自己将不同餐别的药物来整理好，例如早餐、午餐、晚餐这4餐的一个药物把它整理好。那这样在服药的时候，他就能很方便的知道当餐要吃的药是哪一些药，就一并把这个盒子打开，那把这餐的药吃完就可以了。另外，在服药的一个频率的部分，我们也会与医师来做讨论，看看是不是可以透过减少病人的一个服药的一个频率，然后来增加他的一个服药的顺从性。确实，我们有一些案例，在我们的一个建议讨论之后，那在病人的一个服药的频率改善之后，相对来讲，他的用药的依顺性也进步很多哦。好，那我们来看到第3个案例，这是一个林太太。那她在我们的一个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几次访视之后，我们发现林太太的血压一直都没有控制很好，所以在我们的鼓励之后，她有一天我们再去访视她的时候，忽然发现了她的血压机。我们整个药师团队都非常高兴，因为林太太她听取了我们的建议，去买了血压机。那从那次之后，我们开始协助她如何自我的记录下来她的血压，然后在
一刚开始操作血压机的时候，有一些病人可能也不太会操作，所以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指导他就是如何来操作这个血压机，来测量自己的一个血压。那同样是林太太的一个部分，我们在就是访视她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她的家里发现了许多其实已经过期很久的一个药物，但是它仍然放在抽屉或是柜子中，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在有时候病人的一个状况没有很清楚的状况下，是不是会误食了这一些过期的药物。所以因此我们跟林太太讨论之后，那她也同意让我们帮她整理她现在在服用的一个药物以及过期的药物。那后来我们把她过期的药物整理后，也把它做丢弃的动作，以免她就是误食了这些过期的药物。那其实在我们药师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介入的一些服务也必须要病人的一个同意，所以在几次的沟通下，那林太太也对于我们药师的信任度是很高的，才愿意让我们协助她来整理或是处理这些药物。那当然我们的一个团队对于林太太的一个进步，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高兴。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第4、第5、第6的案例，就是当我们开始制作小树成长日记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将我们部分的一个卫教的内容，让我们的药师带去给适合的一个个案来进行卫教。那在不同的一个个案跟我们的讨论意见当中，我们也会去适时的修改我们的小树成长日记里面的内容，还有就是字的一个大小。那我们更希望在未来小树成长日记可以适用到不同的一个病人的一个身上。那我们也会将我们的一个内容做一些放大的处理，譬如我们在卫教病人，当他遇到便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像这样的一个说明，对于病人的一个接受度以及他们喜欢的一个程度都是非常的一个高。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案例7的部分，这是一个陈小姐。那其实从照片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她其实胖胖的。那其实她在长期是服用第2代的一个思觉失调症的一个药物。那后续她逐渐出现了一些代谢症候群的问题。那再加上她自己又很喜欢喝很甜的饮料，而且每天至少会喝5杯以上的饮料，也就是接近3500cc 的饮料。因此在我们的药师几次访视后，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访视的时候，我们特别转介给我们的营养师，那请他给予他在饮食上面的一个协助。那可以看到，在转介之后，那我们的陈小姐答应我们要改变饮食的习惯以及控制体重。那在下个月我们访视她的时候，她很高兴的跟我们分享，她每天喝的饮料数，从就是原本的5、6杯已经降到2、3杯。那这边的这张表，也就是当时候转介营养师的时候，提供给陈小姐来做每天的一个记录，让她知道她每天到底已经喝了几杯饮料。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多增加，也希望她可以多增加运动量。所以在这个月我们访视她的时候，确实发现她已经瘦了1圈，我们很替她高兴，并且
带了一个我们凯旋的一个小礼物来鼓励他，希望他可以继续控制他的一个体重。所以其实在药师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试图着帮忙解决一些并不是药物的问题，例如在我们照护病人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如果说是药物控制不佳的病人，但是在居家的时候，药物的一个情绪的调控并没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效果的时候，因此病人的邻居会一直向我们抱怨病人。那这时候我们药师也会把这个药物的问题带回来与医疗团队讨论，然后再重新做药物的一个调整，然后希望我们的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另外，刚刚讲到非药物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去访视病人过程当中，可能在邻里间也会跟我们药师透露说，病人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情绪控制不好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再带回来给我们的一个护理师以及我们整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整个后续照护的一个讨论。好，那居家药师服务其实是本院在2020年的一个很新创的一个业务。其实这个服务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着手进行规划。那在这段期间，我们整合了医师、药师、营养师、护理师以及社工师等不同的医疗职类。因为这样的一个整合，除了医疗人员之间的沟通少了障碍之外，我们也发现对病人来说更是多了许多不同的一个效益。那在执行照护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药师介入后，居家的病人他的再住院率是有降低的。因此我们在2020年也报名了台湾医疗品质测进会所举办的第21届国家医疗品质奖的一个活动。那先介绍一下，在台湾有几个很大相关于医疗品质控管的一个单位，台湾医疗品质测进会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管理医疗品质的单位。它是由台湾卫生福利部、台湾医院协会、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共同捐助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台湾医疗品质测进会，我简称医测会。医测会它一贯以严谨、诚信、公正的态度，在办理各项的一个评鉴认证以及访查。那到目前为止，医测会它已经受到国际健康照护品质协会的认证，以及专业评鉴的机构。那同时间，它也致力在宣传我们的医疗品质、病人安全理念，推广品质管理工具的运用，以及医事人员教育训练。那借着协助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及健康照护专业人员来提升医疗的品质，所以医测会所举办的国家医疗品质奖是一直以来都是台湾一个相关于医疗品质很重要的比赛。对于台湾的医疗人员来讲，国家医疗品质奖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每年举办大型提升医疗品质全国竞赛的一个重要的活动。那目的的话，就是要鼓励我们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实证及拧针教学的跨团队的品质改善精神，来激励医疗机构以及产业导入智慧化的资讯科技服务的一个创意。那目的的话，也要营造医疗卫生机构品质，来改善活动互相观摩、良性竞争的风气。那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主题是
导入药事整合照护服务，降低精神科居家病人住院率的这个主题。这个年度的比赛非常的激烈，总共有161组的一个队伍参赛哦。参赛队伍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所以竞争的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激烈。那这个比赛总共有3个一个关卡，第一个就是书面审查的部分，第二个是口试，第3个是现场发表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经过了3次的关卡的磨练，从第一关的一个书面审查，第2关口试脱颖而出，到最后的一个决赛的努力，呈现了我们这2年的药事照护居家病人的一个成果。那很高兴的是，我们最终荣获了全国竞赛的铜奖，这也是国家对于我们凯旋医院执行药师照护服务的肯定。好，以上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